民间传说中，排队走路时一定不要数数，否则铁定会碰见一些邪门的事情。可眼前的长毛偏偏不信邪，非要再数一遍，结果就看见了眼前的一幕。狗子！长毛被吓得头皮发麻，想都没想，直接对着那怪物就是一枪。前面的人听到动静，急忙掏出家伙一顿扫射，一时间子弹横飞，结果长毛的脑袋也被开了瓢。就在众人以为事情平息，上前查看时，地上的尸体里竟爬出一堆小蜘蛛。突然，长毛竟奇迹般的站了起来，在场的众人都吓坏了。唯独谢岭派的少当家江宇却是喜出望外，这东西能救二叔？原来就在几天前，他的二叔在下墓时不幸被里面的大蜘蛛所伤。为了救他二叔，小雨只得答应军阀大帅的要求，再次下墓。谁知却在墓中被蜘蛛群围攻。此刻仅仅剩下几人，小雨知道只要抓住长毛，他就能搞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。但重生后的长毛却跑得飞快，他们不仅没有抓到人，还被他带着来到了一处神秘大门前。只见门上刻着3个大字：蓬莱宫。小雨突然想起之前他与二叔看到的那块墓碑，上面也刻着军房吏3个字。原来这里不仅是徐福的墓地，还是他炼制长生不老药的地方。那么眼前的墓室就应该是3000童男童女的陪葬地。传闻有陪葬之人的墓地是一定不能进的，因为里面的阴气极重，稍有不慎便能让人命丧于此。但此刻寻宝心切的大帅哪里能管那么多，直接无视门上写着的入内者死的警告，上前开门，可却怎么也推不动。小雨见状，只得使出看家本领打开木门，果然里面摆满了童男童女。众人小心翼翼四处查看，突然，小美被眼前的一幕吓得头皮发麻，直呼这人偶就是真的。大帅闻后立刻想要上前查看，却被小雨一把拉住。随后一行人来到墓室深处，见多识广的小美一眼便看出了其中的玄机。这是在送终，那些童子手里抱着的都是嫁妆里的吉利物品，铜镜和鞋子代表童鞋到老，韩语象征子孙满堂。嫁妆，那就是有宝贝了。大帅一听是嫁妆，顿时来了兴趣，急忙上前推开棺盖，结果却发现躺在里面的人竟是他自己。其余人见状也纷纷推开棺椁，哪知他们几人竟也全都在里面。不对，还少一个人，没有他。突然传来一阵棺材挪动的吱呀声，大帅几人回过神来时，小美竟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小雨也趁乱带着大个子离开了墓室。可当两人走到一处通道时，怪事却接二连三的发生。原本已经死去的3名谢岭力士，此刻竟带着几个小娃娃想来索小雨的命。少当家，而大个子也不知去了哪里。与此同时，小美的遭遇更加邪乎。与小雨几人走散后，小美似乎遇见了一具像是徐福的干尸，对方竟还要逼着小美与他成婚。跟我在一起不好吗？我可以给你荣华富贵。